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刘先生今年65岁，某日在家中洗澡时，迟迟不见出来，妻子在外面呼叫他，也没有回应，直到找到备用钥匙去到浴室时，才发现他晕倒了在地上。随后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将刘先生送往医院急救。幸好由于抢救及时，刘先生也捡回了一条命。之后刘先生想了很久，为什么年纪大了就是洗个澡也会出现致命的危害？因洗澡中诱发心脏死亡的事件日渐的增多，而疲劳时候洗澡也是死亡的原因，尤其是老年人特别需要引起注意。洗澡时室内的空间密闭，低氧环境下就容易加重心脏的耗氧量，因此如果洗澡者本身就是患有心脏病，那么就更容易的引起死亡。另外，不适当的时间和方式洗澡也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。老年人洗澡也会发生死亡。近年来，洗澡中的死亡人数有所增加，尤其是老年人，约占 80%。 一般来说，老年人洗澡发生意外的原因多种多样。总体来说，老年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因。温度变化。首先，在冬季洗澡，老年人暴露在寒冷的环境下，就很容易使得血压突然的升高，并且增加脑出血和死亡的风险。随后，通过温水与降低血压，会导致大脑、心脏和消化道等的重要器官的血流量减少，从而增加发生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在夏季洗澡的时候，人们在夏季就很容易产生疲劳，人体的代谢速度加快，机体消耗量也会增加，因此也更容易的产生疲劳。此外，白天人们的排汗量增加，会导致大量的水分流失，消化道的分泌减少，可以引发食欲下降、困乏等的不适症状。而到了夜晚，气温过高还会影响睡眠质量，造成睡眠不足。洗澡的时间过长。随着洗澡时间的增加，血压的变化也会很明显。在更衣室的室温低的情况下，洗澡前已经发生血压上升，在高温下淋浴后，血压会进一步的上升，后来血压开始下降。洗澡后大约4分钟到5分钟后，这时收缩压就会比洗澡前下降了 51.3%。 有时老年人会随着从浴缸出来的立位动作，血压会进一步的下降。实际上，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，血压的下降也是受热水温度的影响。血压波动。尤其是本身就有动脉硬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老年人，再加上洗澡的时间过长，很可能就会诱发脑梗塞、心肌梗死、心脏触发死亡。一般来说，老年人使用超过42摄氏度的水温洗澡，洗澡后的血压下降可持续的长达12个小时。由于血压下降持续时间长，因此不仅在洗澡时，而且在洗澡后，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并发症的可能性会很高。一旦如此，老年人很可能就会昏厥和头晕，从而就会发生跌倒的事件。最后，老年人长时间高温洗浴，会因出汗而导致脱水和高明状态，进一步增加患脑梗塞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物理作用。与洗澡相关的物理作用包括温热作用和静水压作用。一般来说，当老年人泡在浴缸里，末梢血管会受热膨胀，血流会从大脑和心脏重新的分配到末梢血管。另一方面，静水压作用与身体会增加静脉回流增加，血压和心输出量来自这些器官的血流量重新分配，会导致老年人出现缺血的症状。这时水温不宜调得过高，过高的水温会使身体的毛细血管扩张，当血液扩张到血管表面，体内的重要器官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。对于患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、冠心病等疾病的患者来说，
就很可能会诱发中风和心肌梗塞。2. 老年人洗澡时注意几点更安全。相较于年轻人，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情会更多。这5件事一定要注意。1. 注意水温。天气很冷的时候，人体的血管都处于收缩状态下，此时的血压也会相对的高一些，所以在洗澡的时候要避免使用过热的水，否则会刺激血管扩张，导致血压短时间内下降，导致出现头晕出现。建议洗澡的时候水温保持在38摄氏度即可。2. 控制时间。浴室内的水蒸气较多，空气处于不流畅的状态下，长时间的待在浴室内是很容易让身体缺氧。建议洗澡的时间保持在15分钟以内，最好开一个通风口，让空气可以流通。3. 浴室里放一个小板凳。老年人洗澡的时候不妨放置一个小板凳，可以起到借力的作用，还可以避免滑倒，保证洗澡的时候安全问题。4. 不要用力搓澡。洗热水澡的时候用力搓澡，容易让皮肤表面的角质层过多的脱落，加剧皮肤干燥脱屑的症状，还可能会诱发皮肤疾病发生。5. 尽量不要锁门。洗澡的时候最好不要锁门，外屋要有人在最好，这样做可以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及时的呼救。3. 洗澡也要挑对时间，这4个时间段不宜洗澡。虽说早上洗澡或是晚上洗澡没有绝对的好坏，但日常我们需要注意这4个时间点不要洗澡。1. 剧烈运动后。人在剧烈运动后，身体的毛孔还会处于扩张的状态下，马上洗热水澡的话，容易让全身的血液扩张得更加的厉害，继而很可能会导致大脑的供血不足，让人出现晕倒等的情况。洗冷水澡也不建议，因为锻炼时身体产热增加，通过汗液蒸发以及皮肤血管扩张是身体散热的重要途径。在锻炼刚结束时，人体还处于代谢旺盛、产热增加、皮肤血管扩张的状态。这时如果我们立即的洗冷水澡，皮肤就会受到冷水的刺激，会通过神经反射引起皮肤血管收缩，可使出汗散热受阻，反而会使散热困难。体温升高，皮肤血流量减少，使回心血量突然的增加，这样就会增加心脏负担，容易诱发心脏病。一般运动后建议适当的休息30分钟左右，待身体恢复到健身前的状态，就可以开始洗澡了。水温接近体温，最佳水温为35到37摄氏度。2. 酒醉之后。人在饮酒后，酒精会抑制肝脏功能的活动，继而让糖原释放受到影响。在洗澡的时候，本身会让葡萄糖的消耗增加，如若没有及时的补充糖分的话，很容易就会引起头晕的症状出现。再加上喝酒的人本身就对身体的控制力会下降，很容易就在浴室摔倒。3. 吃饱或者是空腹时。人在饱腹的状态下，全身的大部分血液都集中在胃肠道帮助消化，此时马上的洗澡容易分散胃肠道的血液，继而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出现。而在空腹的时候，体内的血糖水平会有所降低，洗澡容易让血液循环速度加快，很容易就会引起脑供血不足，诱发晕倒等的意外发生。4. 低血压或者是低血糖时。这2个状态下洗澡，很容易就会让身体出现缺氧表现，继而会出现眩晕、休克的症状，对健康很不利。洗澡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，但也存在不少的学问，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如果存在一些心脏疾病，洗澡也是一种考验。建议冠心病患者尽量不要去澡堂等地的洗澡，在家洗澡不宜反锁浴室。洗澡时出现头晕、胸闷、心疼等的症状，就要立即的停止一切活动，尽量的保持心情平静，并及时的服用急救药品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
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